前2天有一个朋友在网上留言说，想让我聊聊要走这个1300公里这个4国遍路的原因。我一开始最初的动因是什么？本来我想找一个更安静的时候，静静地坐在房间里边跟大家聊。但是此时此刻，我觉得走在一个这样的环境里边是非常平整的公路，而且非常非常的安静，看着太阳一点一点往下落，非常的就是 peace 的感觉。我的状态很对，我觉得可以聊一下这个话题。其实2020年1月份的时候，我曾经就来过一次，算是来尝试一下。当时大概走了300公里，是从第68番走到第88番，然后再从1走到17。然后当时我想的是，当2020年的秋天的时候，秋天、冬天的时候再来这边，然后一次性从1走到88。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想法，那个时候的动机是，在那个时候，我正在做一个项目，然后这个项目对我来说压力有点大，然后承受着挺多东西的，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去总结和思考一下。但是当我2020年1月份真正来了这儿之后，我发现，这条路不是那么简单，它有自己的含义，确实是可以从中吸取一些东西的。当时越走越郁闷，本来是想要通过这种方式去释放，然后呢，当时走的时候发现，本来是挺好的一条路，挺舒服的一条路，它非给你转到特别困难的一条路里边，而且旁边全部都是坟地，都是墓地。我当时特别的不适应。然后我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女孩，她是一个日本人，会讲英文。然后我就说，本身就是通过徒步来释放一下自己的心情，去整理一下自己。但是越看这些墓地，越觉得越压抑，然后越觉得，就觉得我在干嘛呀？越看这种气氛，就被这种气氛给带跑了。当然，这种带跑吧，它也不是，还是自己内心的东西去反射出来的。如果是一个正向的，他对这个墓地不觉得是一个负面的东西，他可能不会像我当时有那样的反应。然后当时那个日本女孩说了一句话，她说：“她说，但你已经掌握了4国遍路的精髓。她说这条路就是去思考生与死的一条路，你已经是 pro 了，你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旅游的来随便走一走遍路的人了。因为我不会讲日语嘛，所以很多日文的资料我是看不到的。从那一刻我才终于明白，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。后来的回国了，后来的事情2年半的时间，大家都在国内，大家都在自己的那个小范围里边，小生活着，大家的生活也差别不大，都是那个样子，大家的状态也都差不多，也都是非常的被禁锢住了。我也是。然后呢，再加上这1-2年家里边有人去世，对我来说打击也挺大的。这个可能是我生命中，当然很多人就是他很早就经历这些事情，但对于我来说可能稍微有点晚，都到这把岁数了才开始有这种，才面对这种事情，所以他第一次把这个东西摆在我面前，让我去正视，我觉得我是需要时间去消化的。再加上那个时候我了解到这个4国遍路的真正的这个内核，我觉得它可能是一条我应该去走上的路，然后去思考生与死的问题，然后包括总结一下我曾经的生活。这是另外一个话题，因为我一直觉得人总归是隔一段时间是需要去总结、去思考。我其实在10年前的时候，12年前，2010年的时候，09年底的时候，曾经去过新西兰。我是第一批去 working holiday 的人，在那边待了有1年多一点儿。然后回国之后，我就非常幸运，非常非常幸运，当时就写了一本书。然后呢，我觉得无论是去新西兰这个过程，还是写书的这一个动作，我觉得都是对我，20多岁时候的一个总结。
因为在去新西兰之前我已经在工作了，然后所以他就是强行把我的生活给停下来，然后呢去进入到另外一个状态里边去回顾、去复盘。那么我在30多岁的这一段时间，我觉得过得蛮匆忙的，蛮匆忙的，就是经常会旅行，就是比20多岁的时候旅行的次数要多，而且就是说走就走，而且去的都挺远的地方。但是好像再没有机会是长时间的旅行，而且是长时间停留在，能让你长时间进入一种陌生的状态，让你有这样机会去思考，而是变得只要一出去旅行，每一天好像都被新鲜的事情填满，去被活动填满，而没有放空的状态。所以我觉得四国遍路这一次的初心，对于自我的思考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其实是2部分的内容。我觉得简单的说，第一个就是我觉得这是一条面对生与死的路，我也需要去学习这一课。第二件事就是是时候再一次让我的生活，让我的时间停下来，然后去整理我自己，去跟自己对话，去回顾自己30多岁的这个时间段，然后去想想今后的路应该怎么走，自己的生活应该有什么样的调整和变化。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走四国遍路的初心。至于这一次的结果到底是什么样的，是不是达成了我想要的目的，其实我觉得不是现在能看得出来的，可能还得过一段时间，沉淀不是那么容易就沉出来的。所以我想我说的这些话应该说的还是比较完整了吧，我觉得是比较完整了，我觉得也表达得很清楚了。我要有什么再想什么，想到什么我再说吧。我再享受一会儿这个林间小路，给你们看。